大家好，今天换一下我的后轮的胎皮跟刹车皮，这个是我换下来的。因为你虽然看它这边还很厚，但是这边就比较薄一点。其实这是鼓刹的毛病啊，鼓式刹车的通病。它刹车皮其实还蛮多的。但是我从以前鼓式刹车的刹车皮换到现在，我是觉得这应该算是它的一个通病啊，就没办法把刹车皮用到磨到真的深一点点的时候就没有了。那像我的刹车皮我都会锯钩。这组是我新的，我都会锯钩。其实锯钩的用意就是要让它那个蹄片的那些粉尘、刹车粉尘能够快速的排泄掉，不要说卡在蹄片上跟轮毂的那个铁片做摩擦，它会降低你的刹车效率。就像碟盘一样，碟盘它上面为什么要打孔又要画线，就是要排除那些粉尘。那鼓式刹车在换的时候，其实我是建议，当然啦，如果你觉得也蛮喜欢自我虐待的话，自己换轮胎皮是可以省不少啦。问题是真的很麻烦，像拆装很累以外，重点就是你要想办法把它灌风灌起来。而且机车的那种无内胎，它不是说你拿小的打气机或者说手压的那种打气机就可以灌起来，那有时候真的是运气啦。我记得我上次拍一片，就是很幸运的，我用手压式的打气筒就被我灌起来了。那一次就真的很运气，像我这一次怎么灌不起来，没办法，也是拿到最近的加油站。问题是我们乡下最近的加油站就很远，也大概10公里有吧，10公里10出头有可能。那这是题外话，再来就是鼓式刹车，因为后轮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拆到轮子，你才有办法换到里面。所以我这一次就是反正一次拆嘛，就一次把它换掉，把刹车皮换掉。你看，刹车皮看起来不会差太多。厚度好像没有差很多，但是这个我的那个调整螺丝已经调到底了，还是没办法刹。当然啦，进站的鼓刹本身就是刹车效率没有很好，这是一部分。然后再来主要就是已经调到底了，然后你手在握刹车拉杆，就已经觉得也是快拉到底了，它才会刹得住，所以就顺便换。然后我现在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如果真的不管是你是自己拆，还是请老板帮你换轮胎或者换刹车皮，你们一定要记得其实应该这个摩托车店老板应该都会做啊，但是我也曾经碰过，他就是你不讲他也不帮你弄啊，你有时候你讲了，他就是有点不是很开心的那种表情会给你看。没办法，问题是这种东西很久才拆到一次，然后拆的过程又很麻烦，所以可以的话，不管你是自己拆还是请摩托车店帮你换轮胎换刹车皮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拜托他们帮你把这一个我现在手指的这个就是刹车拉杆的那个撑片撑杆啊。因为像这个螺丝我们这边调松紧嘛，当你调完以后，我们手刹车拉下去的时候，手刹车一握下去，这个就会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它在动？它就把刹车蹄片撑开，所以刹车皮它只能吃到两边，
另外一边都很厚，没办法，这是它的通病，一定要请他们检查这个。你这个如果说你按下去它跳不回来，有时候你刹车会整个咬住，咬在那边。然后这个要如果卡住的话，请他们，如果真的不行的话，贴点工钱，请他们帮你做清洁。这边我看到，就这个螺丝放松，这只拉杆分开以后，那一只就撑得开，这一只就可以拉出来了。那这个我之前就清过了，所以我刚才检查是还 OK， 所以说我这次不清它。然后再来就是注意这个粉尘沟，像你看它这边有多一块凸出来的，它就是要让你的粉尘，如果车子在跑的时候啦，粉尘它会因为那个风啊，或者说里面在甩动的时候，它会把多余的粉尘往这边排，甚至可能有时候你有水汽进去的话，水也会往下面漏出来。所以这个一定要记得请他们帮你清一下。一般他们可能就是拿风枪吹一吹啦，你风枪吹其实就很干净了。所以这个是重点，一定要注意，请他们帮忙弄。因为既然都已经猜到了，就是台语讲的去变刚，你不要一件事情分2次做。要很多事情分一次做，效率才会出来。好，那大概的就是后轮鼓刹清洁的重点。然后再来就是，反正既然都擦到这边了，这边的一些灰尘啊、油泥啊，都大概清一清，保持引擎本体的清洁，因为这里面都是曲轴嘛。然后这边也是很热。反正就尽量保持引擎的整洁，不要有太多的脏物卡在上面，你的引擎效率也会散热也会比较好，车子也比较不会给你出状况。像我的汽车，刚刚就是我刚刚不是说我拿去那个加油站灌嘛，我就是开汽车去，结果我的汽车坏在那边，那应该是。大致刚刚在那边紧急做维修，发不起来就发不起来。这个可能等我弄好了，车子回来了，我再跟各位解释大概是什么状况。没办法，老车就这样子了。好了，那今天这个鼓式刹车的清洁重点，不管你是自己拆还是请摩托车来帮你拆，记得这个动作一定不要省略，因为这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你其他像进站的刹车已经很弱了，你今天如果让他说这个做动不是很轻松的话，很顺畅的话，然后粉尘太多的话，都会影响到刹车的效率。所以这个千万不要疏忽。对了，然后像一些该润滑的地方，你记得一定要去做润滑的这个动作。基本上就是有轴承啊那些地方，该润滑的一定要记得去做润滑的动作跟清洁。但是一个重点就是，你不要拼命的加哦，有时候润滑油不是加越多越好。像进站，它里面这边有个轴承，怎么样？这个都要，因为它这边有土封，其实这一颗可以拿起来，这一颗拿得起来，然后拿起来以后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子。这个是另外一个垫片，它是垫在轴心，轮子再来就这一颗，然后套在这里面。
因为我刚上也已经上完油，其实如果你拆开来的话，你仔细看，它里面这边会有凹槽在里面，你的油就是要上在这里面，然后上完以后，外面跑出来的油要记得擦掉，因为你光看这个排骨旁边，它的土灰尘这么多，你今天如果不把它尽量不把它擦干净的话，到时候你上去油渗出来，油一定会把土灰尘粘在外面，到时候可能因为在滚动，运气好它没事，运气不好如果砂石进去的话，这个轴承就挂掉了，到时候你可能要因为这个自己换是可以，但是很多细节还是要去注意啦，所以润滑的东西一定要做，会动的地方一定要记得做清洁跟保养跟润滑，但是切记就是油宁愿少上一点，不要上太多，因为上多真的你有可能跟换轮子一样，都是在找自己麻烦，所以该清洁的做基本的清洁就好，不要想说上多一点它可以撑更久，因为油这种东西它只要时间到了，寿命到了，它还是会干掉，尤其这种膏状的像牛油这种东西，就这样放进去，到时候排骨加上去就 OK 了，其他的地方是都做清洁就好了。了解了吗？好，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其实有时候我一直在想，到底 DIY 是一种乐趣，还是一种自虐？有些小型的 DIY， 我觉得真的是，当你修复好以后，你会有一个成就感。但是像有时候有一些东西，你要拆很多，像灌轮胎这个，你自己没办法灌的时候，你自己用手打的或小型的打气机灌不起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跑到，如果我之前那篇有讲到，如果你家四周刚好有朋友有空压机，或者有加油站，或者有摩托车店，很方便就能灌的话，我觉得是 OK。但是像我住的这个地方没有摩托车店，加油站又在十几公里以外，所以我一直有时候都在想说，我到底我在 DIY 是在找自己麻烦吗，还是怎样？唉，好啦，今天这个股市刹车跟一些在 DIY 过程中，在拆卸过程中，你可以做的保养、清洁跟一些小重点，就到这边了。谢谢各位，拜拜。